吴家三姐妹从前真的挺窘迫，都是因为4年前那不靠谱的爸欠债后人间蒸发。更倒霉的是他们那不可靠的妈，尽管大姐人珠和二姐拼命还债，还得精打细算供三妹上高中。三妹也积攒了足够的钱想要出国深造，可那贪财的妈竟半夜里像清扫落叶似的把钱都刷光，留下的只有一箱子无人问津的泡菜给三姐妹。可生活还得继续啊，因为家庭问题匆匆结婚又离婚的人珠，工作了4年始终被人冷落在边缘。唯一的挚友花英姐也是公司里的另一个边缘人，她唯一尝过的豪华大餐还是花英姐请的，为了让她看起来富贵一些，还借给她一双价值连城的钻石高跟鞋。这么好心的大姐却突然遇到不幸，连日没见大姐去上班的人珠去公寓探望花英姐，没想到却在衣柜发现了骇人的一幕。除了心痛，她更受不了的是那些电视新闻里假惺惺专家的点评，还有同事们那冷嘲热讽的言论。愤怒难耐的她拿出了大姐留下的文件，不仅上传到网上，还当众念了出来。原来抹黑大姐的那位上司大妈才是贝德恋的当事人。正当上司想要硬解释时，老板登场阻止了他。人珠以为终于遇到了一个体面的老板，却没想到老板竟然认为花英姐贪吞了公司的700亿。因为我找他谈过，他选择了走上绝路。面对对花英姐的污蔑，人珠毫不犹豫地提交了辞职信。心情乱成一团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一条通知，原来花英姐在临走前把她的瑜伽会员资格转给了我。每次看到花英姐留下的那双漂亮高跟鞋，心里就百感交集。然后下一幕真是让我目瞪口呆，一大袋满满的现金。想起花英姐让我签的那份英文合同，突然回忆起老板提到的那个秘密金库的700亿。以前连梦都不敢梦的冰淇淋，现在随便抓一把，面对10万元的账单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这种富有的感觉真的很过瘾，但这也让我产生了疑惑：花英姐有这么多钱，为什么要那么选择呢？为了查清真相，我厚着脸皮去找那个我曾经炒了的老板，提出重新调查花英姐的事情。我之前拒绝过，但老板的体贴让我感受到了财阀的恐怖。我还没意识到，手里的40亿实际上只是小意思，账户里躺着的700亿才是真正的大头。而这堆钱的真正主人竟是市长候选人朱丹泰。4年前，朱丹泰作为集团辩护律师的一份子，接手了38个受害者起诉银行的案子，但最后他负责的那4个受害者都神秘的自杀了，而那1400亿悄无声息地滑进了他的账户。身为记者的妹妹同样在调查这件事，但还没弄清楚个中端倪，就因为太过直接，惹恼了朱丹泰。就这样，围绕这笔黑钱，几人之间的较量就此上演。虽手头现金多，却也不敢太张扬，扔掉了那些不靠谱妈妈腌的泡菜。40亿现金装了2大箱子，满满当当。妹妹因工作受歧视，总是用咖啡加一份糖来安慰自己，结果被同事利用，领了个停职令。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追查朱丹泰。姐妹俩还不知道，她们都卷入了同一件事。更离谱的是，他们的弟弟的同学竟是朱丹泰的女儿。这戏剧性的巧合让剧情急转直下。人珠发现的线索令他不寒而栗。华英姐的那双鞋原是老板送的价值100万的礼物，这让见识不多的人珠惊讶的目瞪口呆。整理花英姐的遗物，他意识到了很多蛛丝马迹，这更坚定了他认为花英姐是被陷害的信念。他把收集到的证据交给了新来的李氏，两人合作揭露了更深层的秘密。原来花英姐早就收集了李氏身的不少罪证，她害怕自己会步前任财务的后尘。那位前任财务因事败露，最后惨死家中，身穿红色高跟鞋。为了自保，花英姐将资料秘密交给了检察院。这一举动最终导致申李氏被限制出境。花英姐抓住机会，独自一人跑去瑞士银行转走了所有资金。回到国内后，却被申李氏揭穿了是告密者。于是花英姐就遭遇了和前财务一样的命运。人珠调查时却发现那晚的监控不翼而飞。当他建议报警时，新李氏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看法。如果他知道700亿正躺在人珠的账户里，估计人珠也会有一场悲剧。苦恼的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可是记者妹妹也说了，报警对这种事情来说没什么用。更让他心惊胆战的是那个无缘无故来的包裹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双红高跟鞋。姐姐害怕，妹妹也是如此。她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当年知情的人，还没等见面，那人就遭遇了不幸。这样明目张胆的灭口，却无奈无凭无据。人珠找到申李氏进行了正面对质，却彻底颠覆了他所有的推断。申李氏还没等赶到检察院投案，就发现车子的刹车失灵了。当他在车上看到那朵妖异的兰花，他明白了自己赢不了幕后的黑手。只见车子直线冲出了楼宇。此时那幕后黑手正陪女儿快乐领奖，而领奖的作品竟是三妹帮他画的自画像。看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李氏渐渐失去声息，他陷入了极度恐慌。而他所不知的是，此时妹妹正身处凶手家中。在朱丹泰出现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懂了，这出戏绝不会有好结果。
今天特别高兴，因为女儿拿奖了。可谁料得知妹妹偷名顶替，作画的二姐气得不行，一头冲进去，想把误入歧途的妹妹带出来。可三妹却决定站在有利可图的那边。任金沮丧地灌下一瓶8+1酒精上头，又去找妹妹。自己失态的模样，同事巧拍了下来，面子丢尽，妹妹含怒，只得跟他回家。他只是不愿姐姐俩为他忙前忙后，却不知姐姐们为他可以付出一切。任金的视频被同事传到了网上，领导们都在考虑要不要开除他。原打算置身事外的老大却发现了新线索，原来李氏是花英姐深信的人，按姐姐留的信，带着20亿找到精神病院的李氏，倾诉了自己的焦虑。正想着该如何是好，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断了谈话。李氏急忙把他领到紧急逃生窗，嘱咐他好好照看那盆花，转身就把房门关上，只留他一脸惊慌。他尽力保持镇定，却让崔李氏看到了老大留下的手机，而匆忙出逃等公交的他，却让开车经过的崔李氏给撞见了。那时他毫无戒心地上了车，崔李氏一语惊人，他心头一惊，他轻嗅一下，直接晕厥倒地。原来兰兰花别名死亡之花，不单毒性强，弱心者心脏易受影响。妹妹心脏原本就弱，妹妹突需急救，急切间要开刀。面对亲人，两人在非法财物上意见一致，救命最要紧。任金取钱时却出事了，朱丹泰助理对任珠展开追踪，那命救的2亿冷库被夺回。任珠试图同强盗讲理，女助理却要他玩游戏，打你一巴掌给1亿，你能挨几下？任珠为救妹妹手术费，答应挨10巴掌。谁料这女人出手特别重，甚至拿出前晚的大木棒，正要动手时，崔李氏及时出现阻止了他。女助理却不把崔李氏放眼里。危急关头，朱丹泰夫人慢条斯理出现，还假惺惺的救了任珠，不只答应出钱做妹妹手术，还热心请任珠吃大餐。这一幕让任珠想起好心的花英姐。交谈间，他意识到不是错觉，他正是花英姐身边神秘的挚友。伪善行为能提升他的选举支持率。走投无路，任珠只得默默吞下了这份羞辱的捐款，也接下了朱丹泰夫人的灵功。调查朱丹泰的人精，可这口恩怨难下。三妹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。准备掏出1亿治疗费的那一刻，任金带着姑妈及时现身。从前小气的姑妈大方刷卡，她冷冷揭露自己和朱丹泰爸的老交情。这位女士对他们其实还有爱，只不过是她用自己的方式教他们人生道理。一切搞定后，任珠找到了崔李氏，她打算用那秘密账本换取更多的钱。没钱生活的日子她受够了。崔李氏却告诉她，账本已无价值，一个更大的秘密就在她眼前。从小被宠坏的夫人对这丈夫并不满意，只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有着总统的面相。朱丹泰除了强烈的占有欲，还利用了岳父将军的名号。他的梦想不只是做市长，还要坐上总统的宝座。为了这个梦想，他什么都敢做，包括背叛了不愿意的花英姐。一次夫妻大吵，女儿行为失常，任珠找到他时，车载摄像头激起了他的好奇心。当他看到花英姐出事那日，朱丹泰出现在家门的录像，恐惧让他浑身每一根毛都竖了起来。和姐姐一样，任金也自找麻烦。上回姑妈慷慨，全因她跪求，谁想姑妈不但不收钱，还打算让她接手公司。这姑娘倔强，信念不改，空闲还是和朋友挖朱丹泰的旧事，在记者会上直指他撒谎，还爆料他爸爸其实不穷，参与过的拆迁案都有他身影。发现他岳父资助的学生现在遍布各行业，其中就有和姐姐亲近的崔李氏。1952年，朱丹泰岳父秘密创办秦兰会，利用将军身份，用内部信息疯狂买地，秦兰会会员因此迅速发家，包括任珠姑妈在内。时光流转，大多数会员因无用或不服就被疏远。朱丹泰过去只是将军司机的穷小子，不只娶了将军女儿，还把老头子送医昏迷，自己顺利上位，搜集巨资准备进政界。没想到花英姐一事出乱子，700亿的资金突然落入任珠账户，三姐妹的艰难生活引发了意见分歧。任珠只希望家庭摆脱贫困，而任金追求的是内心的正义。尽管姑妈提供了顺理成章的继承机会，但她还是去招惹了朱丹泰。她揭露的事实让朱丹泰选举受挫，而朱丹泰一招巧妙反击，他的支持率竟飙升。正是这一幕让老三与他们割席。感受朱家影响的老三，只想借力使学业更顺遂。任金发现姑妈与组织关系紧密，身为秦兰会资深成员，连朱丹泰都未知他真身。但朱丹泰不吃威胁这一套，他的权力不容挑战。果然，那晚姑妈遭遇不幸，任珠也被卷入其中。姑妈就这样死在任珠臂弯。任珠目击一切，却无从解释。任金见到那恐怖的兰花，姑妈得到了隆重的安葬，亲戚们蜂拥而至分家产，当知家产不抵债务，个个冷漠转身离去。唯有任金愿意承担这笔债务。
伤心的人珠急着找夫人问清真相，他坚信那兰花背后藏着悲剧的秘密。花英姐、申理事、姑妈现场，兰花都有出现，但孝琳妈妈的话里没什么线索。崔理事合作伙伴态度冷淡，提醒他，不管发生啥，700亿计划绝不能受影响。人珠找不到线索，愁眉不展。新闻接凶手，却添了团团迷雾。几十年的旧人怎会背叛姑妈？人精同事却找到了蛛丝马迹，连自首录像里都有那兰花一角。在姑妈密室里找到姑妈那株兰花的那刻，人珠终于明白并非自己惹的祸。翻看姑妈留下的文件，揭开了秦安会成员的身份，全是越战退役的老兵。姑妈当年也是护士身份。如今12人之中，除了元气将军，还有一位姓崔的失踪者，正是崔理事的老爸。这时崔理事在暗中帮人珠摆平危机，被捕的是他手下的那个女人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。崔理事还提醒他，他手头有他的把柄，警告别再惦记人珠，因为人珠对他还有用处。朱丹泰市长官职顺风顺水，狂欢过后，夫妻俩掉下了面具。朱丹泰真挺苦的，连哄妻子欢好都得耍着手段，夫妻争吵竟吓得女儿直哆嗦。还好小三在旁鼓励他去面对那间让他心慌的密室，但里头不过是堆满杂物的房间。诡异的是，照片里总缺了那么一人，他们哪知道那是孝琳外婆的影子。倔强的外婆最终在衣橱里命丧。孝琳妈目睹了那一幕惊恐，那童年的阴影在玩具里重现，正是孝琳梦魇中的那个场景，红色高跟与空中摇晃的女影。人珠和人精根据线索找到崔妈，这位做了30载的故意杀人犯，面对俩人他却闭口不谈，直到人珠摊出他儿子的相片，还说秦岚会不铲除他儿子就危险。这位母亲改口，让人珠带话给儿子，当年的选择答案是一个决绝的否，还指了个地方，想知道真相就去哪。人珠传话给崔理事，他却突然退场，告诉人珠真正的危机才要开始。转身他便孤身赴那预定之地，但朱丹泰的影子紧随其后。最后的轨迹还有人精带队的小队。崔理事机智，在路口甩掉了跟踪，到了目的地却只见一位老人家，竟是他那失踪多年的老爸。因秦岚会的牵连，一直在逃。人精偷偷录下了这惊人一幕，第二天借问路为名打探秘密。面对那不苟言笑的老人，人精故意让狗咬了自己一口，借故让他处理伤口滴袋。小伙伴偷拍了屋内的一切。崔理事离开父亲，回到自家豪宅，质问朱丹泰为何要跟着自己，难道连叛徒之子都不能信任？为了赢得信任，竟把老爸的藏身之处告诉了朱丹泰。很快刺杀小队踏上了荒郊的土地，一行人悄然接近那间小屋，谁料正要动手，屋内便爆炸了。刺杀团队当即没了踪影。而崔理事接下的任务是一场试炼，目标竟是要他干掉人珠。崔理事转身将冰冷的锤子藏入了保险柜深处，那是朱丹泰父亲用过的凶器，也是母亲替罪的铁证。当他找到人珠时，露出惊人一讯，可能花英姐还没离开人世，并邀他一起飞往新加坡揭秘真相。人珠面露惊诧，一头雾水，他简洁地向人精报了行踪，嘱咐他自己多保重。俩人迅速抵达新加坡最豪华的酒店，明日这儿将举办盛大的兰花拍卖，届时那假冒的吴人珠必现身。人珠对这奢侈场所目不暇接，服务员一眼就认出他是超级 VIP， 满心小心加上无微不至的服务，让人珠整晚辗转反侧。次日，他们访问了人珠名下的富豪府邸，沿途似乎很多人都对人珠颇为熟悉，但到了自家豪宅却被大门挡在外头。借用花英姐的记忆试了几次密码全错，保安的疑虑逐渐浓厚。幸亏崔理事及时化解了这场危机。拍卖会上，人珠穿戴华丽，光彩照人，在崔理事的鼓励下，他勇敢举牌，最终以60万高价拍下那罕见兰花。没空享受这富豪的感觉，旁边若有若无的假人珠让他急于揭开真相。按照崔理事的计划，他们开始在各大银行大额提现，短短4小时内提走了700亿，得赶在对手未察觉前走人。人珠心存崔理事可能反目，崔理事却递给他一件武器，并向他透露信任的瞬间，人珠却把握了一张便条，仿佛听见花英姐的声音，警告他远离崔理事这个危险的存在。此刻，人珠坚定地信了花英姐的话，趁崔理事不注意，带着那700亿跳上了对方准备的车。但在去见面地点的路上，感觉有人在暗中尾随。突发车祸，人珠只能躺进了医院。迷糊中，他仿佛见到了花英姐，催他赶紧拿钱逃离这个地方。崔理事急匆匆来到了医院，但他打开房门，床上却空空如也。此时的人珠已带着钱物归原处。半夜，门忽然开了，他以为是花英姐，没想到却是朱丹泰的妻子站在眼前。原来这一切不过是场精心布置的戏，从人珠加入公司就已经开始了。同事们的排挤，花英姐的靠近，
这一切不过是女人的游戏。来新加坡的每个遇见都是一场表演，唯有朱丹泰能制服他，才打了他一顿，他就笑颜如花。两个戏精互不相让，孝琳担心母亲，偷偷来安慰，却不料自己成了棋子。本来要他出席的电视访问，朱丹泰眼前突现女儿，当场哑火。会后急忙追问怎么回事，才明白被那疯女人给唬了。此刻女人已搭上飞往新加坡的班机，任金也正碰上崔理士的老爸，招他做采访，报朱丹泰的恶行。本想直接干掉朱丹泰的他，暂时信了任金，但他们可小看了朱丹泰的手腕。媳妇溜了，朱丹泰炸毛了，下令手下非把他抓回不可。这疯妇一失控，事儿就大了。此时夫人沉浸在自编剧情的得意中，直到700亿不翼而飞，才懂得天外有天。任珠气冲冲地对着疯女人举枪，就是那1秒的迟疑，没扣下扳机，任珠就被埋伏的保镖摁在地上摩擦。夫人反转局面，得意洋洋，枪口差点让任珠西天取经。以为700亿能当筹码的他，没料到夫人更狠。保安通话给任珠缓了口气，崔道日杀进来解围，谁知豪情壮志敌不过子弹，两人此时成了砧板上的鱼肉。夫人津津乐道新剧情，男女主内斗，最终两败俱伤。谁知崔道日掏出和朱丹泰通话中的手机，此刻唯朱丹泰能止住疯夫人。朱丹泰怎么就无缘无故救他们呢？原来任金是拿密账来做交换条款的。任珠被毒药影响，眼看就要晕厥了，他临死前恳求崔道日，假如他出了什么事，希望他姐妹能分到点钱。话音未落，他就昏倒了，而任金也陷入了危机。朱丹泰得手后把密账烧毁，还告诉了任珠更惊人的秘密。原来秦岚会的势力这么可怕，连自己敬仰的上司都是他们的人。心灰意冷的任金去找上司理论，发现一切居然都是真的。任珠醒来，看到崔道日正盯着他，他吓得赶紧看看衣服是不是完好，幸亏只不过是虚惊一场。两人最后决定716分账，然后一起到国外自由生活。但是任金的行动打乱了完美计划，信念崩溃的任金找到了崔道日的爸爸，决定自己也要参与刺杀朱丹泰的行动。他还发现了一个更关键的线索，原来朱丹泰大舅哥才是真正的秘密掌握者。当年秦岚会操纵银行，首先安排人大批取得贷款，拿到利益后就让银行崩盘，让国家和储户承担重大损失，而秦岚会的人却赚得盆满钵满。大舅哥想曝光真相，结果被误会是疯子，被关了一辈子。任金假装要戒酒，独自闯进了精神病院，然后钻风管，悄悄进了大舅哥房间。朱夫人带着负能量回国，对朱丹泰吹枕边风，让朱丹泰去处理让他郁闷的任金，还偷偷绑了任慧。小三变成他新玩具，被关在曾经囚禁他妈10年的密室。任慧的命运似乎会跟花英一样悲惨。朱丹泰派人捉拿任金，结果一场空。任金的朋友们以为他出事了，任珠听到消息，不顾一切回来救妹妹，无意中给了任金逃跑的机会。这时候反抗秦岚会的力量开始壮大，任金打算用舆论战打击这些自以为是的催们，但老爸还是坚持按他的计划来。他们意见不合的时候，大舅哥不声不响开始行动。他找到朱丹泰，假装归顺，说自己逃跑不是自愿的，求朱丹泰帮他铺路出国避难，约他在一个码头见面。但朱丹泰不知道，等他的将是一把冷酷的枪口。就在朱丹泰以为自己要完蛋的时候，大舅哥突然开始絮叨。朱丹泰抓住机会扭转局面，他按下扳机，却发现没子弹。气愤中，他捡起石头，狠狠地朝地上砸去。事情搞定，大家都回去找老婆，仿佛啥事都没发生。大舅哥不见了，任珠他们的计划也泡汤了。崔老头依旧在悄悄推进他的暗杀大计。崔道日带着任珠去救任慧，最后在那个鬼打墙的密室里发现了老三逃的时候，连孝琳也带上了。这孩子一直想逃离这个疯狂家族，但朱丹泰不会就此甘休。他抓住崔道日妈妈，开始威胁他。果不其然，崔道日为了妈妈安全，把老头所有计划都供出来了。崔老头精心布置的地方被一个个端了，连他的武器库也被偷偷安了炸弹。崔老头在任珠眼前变成了火球，满身伤痕被送进了医院。朱丹泰信心满满的去电视台演讲，却看到了意料之外的任珠，以及本该和崔道日一起逃的妈妈。任珠在摄像机前揭开了崔妈妈的冤屈。元吉将军命令崔老头杀人灭口，结果被他反水。朱丹泰老爸亲自动手，结果让崔妈妈背了黑锅。现在 DNA 对比证明了这一切，原来崔道日也是反客为主，只不过任珠还蒙在鼓里。但这点事情并没能撼动朱丹泰的选情，他老爸的罪行不代表他怎样。但任珠说还有更劲爆的新闻，通过操控媒体发声，朱丹泰的人气不减反增。讽刺的是，在他拉票的现场，崔道日偷偷播了段视频，那是已故大舅哥的遗迹，一切都是他事先准备的。朱丹泰的真面目露给大家看，
解释不了的他头也不回地跑了。即便如此，民调显示他支持率高居不下。他陪着太太得意忘形，但他哪里知道，他刚吃的苹果里藏着魔鬼花的毒。正当人精准备给他致命一击，新闻突然插播，吓他一大跳。朱丹泰从100层高楼跳下，而守在尸体旁的太太嘴角泛着诡异笑意。看来这只是序幕，真正的大 boss 是这疯婆子。另一边，人猪账户的700亿莫名其妙消失，他不敢相信的狂刷新。大门狂砸声响起，警察破门而入，把他铐走，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没，连律师都劝他认罪。不管他认不认，太太提的证据把他定罪。人猪带着耻辱等待审判。人精到处找线索救解，突然想起了个线索：4年前花英姐也是秦岚会的牺牲品。花英把辛辛苦苦的2亿给了妈，却没想到这成了妈妈的厄运。钱存银行没多久，银行就倒了，妈妈受不了这打击就走了。但这些线索帮助不了太多。人精跟姐姐聊后决定盯紧夫人。证据显示4年前梁会计、花英姐和夫人妈都死得一模一样，貂皮大衣和红高跟，衣柜里的惨景。人精的行动已经惹毛了夫人。记者老同事利用媒体说朱丹泰死是人精栽赃，黑衣人很快就把人精带走了。绝望中的人猪见到了不该来的人。崔道日在法庭上现身了，案情的转机出现在他的证词上。崔道日把袁尚雅10年的罪证交法庭，秦岚会的资金证据可能让人猪或无罪释放，大家都开始怀疑袁尚雅了。平静的他现在也开始紧张，因为没第2个朱丹泰能替他背锅了。崔道日的证词救了人猪，自己却进了局子，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吧。尚雅正想蒙眼不舆论，被捕的人精突然直播出现，老馆长也来了。原来人精的话让老馆长看清了秦岚会的阴暗，老馆长的良心让他觉得得帮他。随着秦岚会被揭露了，那个爱帮人的魔女也要受审了。意想不到的是，审判人猪的法庭上有个人出现，死去的花英姐就那么出现了。不止人猪震惊，连魔女袁尚雅也傻眼。花英只有为了报仇才会出现，因为花英姐的出现，人猪就这样被释放了。整部剧都是心机重重，少根筋的他命大，安然无恙。记者会上，花英姐揭露了当年真相。自从妈妈被逼死后，花英姐就策划了复仇，先是截留秦岚会的密资，再找个体型像她的女人。花英姐要让秦岚会自乱阵脚，而那女孩只想默默离世。谁知道还没开始就被袁尚雅弄出了开场戏。除了监控，花英姐还把秘密账本输入了自己的会计程序，让谁都能免费下载查看。好奇的人一窝蜂下载小程序，这样证据就不能被销毁了。袁尚雅此刻几乎疯了，去找馆长问他为啥背叛。这变态老头子从一开始就不对劲，现在也没啥两样。他想顶替袁尚雅，让秦岚会再焕辉煌。袁尚雅追问为啥他不能接棒，难不成就因为她是女的？谁想到下秒远期将军突然出事了，张馆长上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袁尚雅趁机下手，原来他早就给老爸下了兰花毒，用尽最后一气。张校长吐露了袁尚雅想听的，这话直戳他心坎里。疯了似的，他只想复仇。人猪刚脱险，还在抱怨呢，被花英姐瞒了这么久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花英姐只好解释这一切的真相。原本花英只打算帮这个满头梦想的孩子，20亿加上海外别墅，梦想该有的他都有了。谁知他却为了安全冒险跑新加坡，为保他安全，花英也跟了过去。一路上始终没机会说清真相。看见袁尚雅那一幕，他只想保护人猪。车子朝人猪冲来那刻，花英姐挡前面去了，重伤的花英还叫他赶紧跑。谁想到人猪最后还是被骗到了别墅，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救了人猪。花英姐直到现在才出了医院。花英姐的计划下，人猪跟崔道日飞希腊去找老三，谁料起飞时人猪收到袁尚雅的消息，花英姐被他抓了。人精在被高理事绑架的路上，那疯婆子想把他们一锅端了。紧急关头，崔道日救了人精，并且就地解决了高理事这条狗。早早进别墅的人猪左右为难，花英姐绑在兰花树下动弹不得。喷林里的硫酸是袁尚雅搞的鬼，人猪手里那颗手雷，但对面疯狂到不怕死的他毫不在意。人猪揭穿了他的痛处，袁尚雅强装镇静，打开淋浴，酸雨瞬间灼了花英姐的皮。人猪灵机一动，把手雷扔下水道，爆炸的一刻井盖冲天起，不管酸雨腐蚀，人猪用井盖救了花英姐。看着计划砸了，疯子直冲人猪，谁知人猪一挥手，疯子就掉进他自己弄的硫酸池，自挖的坑自己淌了。大难不死的人猪继承了遗产，原来姑妈早把心头好的公寓给他了。人精也和同甘苦的朋友修成正果，毁容的花英姐也卸下了心事，怎么能不管老三？他们都在国外，他们动用了700亿巨款，原来崔道日早就偷偷转账到孝林名下，孝林带着钱，俩人开始留学生活。
崔道日也分到了100亿，任金手里也攥着100亿，孝林跟老三也是各拿了100亿，只有任珠拿的是最多的300亿。